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咸鱼飞升，李沁神女造型惊艳出圈，白纱清冷似雪；王鹤棣化身咸鱼真君，仙侠新剧氛围感爆棚。10月的影视圈终于又迎来了一阵古装先锋。随着李沁和王鹤棣合作主演的《咸鱼飞升》片场路透陆续释出，这部尚未开播的仙侠剧已然在各大社交平台掀起热议。话题李沁白纱造型和王鹤棣咸鱼男主一度同时冲上热搜，网友直呼这画风反差太大了，一个清冷似雪，一个松弛带感，完全是仙界的天雷地火组合。双引号，在古装剧层出不穷的今天，李沁的出现依旧让人眼前一亮。她饰演的妙烟仙子是修真界公认的第一美人，兼具智慧与灵气。这次的造型设计几乎完美贴合了她的气质，一袭白衣，薄纱若烟，粉色水晶头饰在发间闪烁，仿佛晨雾里坠落的露珠。最吸睛的莫过于那条白色头纱轻轻垂落在发后，随风飘起时，整个人仿若步出云端的神女。现场生图一出，评论区瞬间被美字刷屏，精修不如生图李沁古装的天花板，这颜值太能打了。她的眼神清澈而克制，仿佛隔着一层风，能看见你的灵魂，却从不靠近。有网友形容她不是人间烟火气的美，是能让花朵安静下来的那种。双引号，李沁的古装气质一直是业内公认的高极限，从《楚乔传》里的元纯，到《红楼梦》里的薛宝钗，再到《庆余年》中的林婉儿，她的每一次古装亮相都带着一种与众不同的书卷感与灵气感。而咸鱼飞升的妙烟仙子正好把她这种清冷推到了极致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这套白纱造型是剧组精心设计的30多套服化之一，全部由国内顶级团队操刀完成。造型师希望通过极简白加粉饰点睛的配色，呈现出仙女不食人间烟火，但仍有情有义的感觉。连李沁本人也在采访中笑称，第一次看到定妆照就愣了几秒，像是在看另一个世界的自己。双引号，咸鱼飞升的服化道可谓是剧组的一大亮点。从目前释出的造型可以看出，整部剧主打的是轻盈柔和的色调，以浅白、冰蓝、粉紫为主。光从画面感来看，就像一场视觉上的仙气疗愈。导演丁黑这次可算是破圈之作，以往他执导的作品如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《警察荣誉》都是现实题材，这次第一次挑战仙侠，许多观众既好奇又期待。业内人士透露，丁黑坚持让光有温度，让仙有烟火，这也是为何剧照中无论是仙雾缭绕的场景，还是人物细节，都带着一种真实的梦境感。每一套服饰都有背后的意义。李沁饰演的妙烟仙子有白衣出尘、蓝裙清梦、粉纱初恋、紫衣悲悯等多重造型，每种颜色代表她修仙历程中的不同阶段，从清醒到爱，从无情到有念。难怪粉丝感叹，她不是在演仙子，而是在演人心成仙的过程。双引号，而妆发同样细腻到极致，发是以轻盈的鱼感和水晶点缀为主，眉眼画得柔而不媚，唇色淡若花瓣，哪怕是随风一回眸，都能让人物以为是古画活了。若说李沁的妙烟仙子是飘在云上的那一抹白雾，那么王鹤棣饰演的宋钱基则是那一阵从山脚吹上来的风。他不再是霸气外露的魔尊东方青苍，也不是冷面少爷，而是一个卷不动了的前修真界第一人。没错，这次他选择摆烂，做一个修仙界的咸鱼代表。剧情设定极具反差感，宋钱基前世天赋卓绝，卷生卷死，结果累到英年早逝。重生之后，他饰演谁在修炼谁是狗，转而种田养花，
喝酒钓鱼，打算咸鱼到老。偏偏天道不放过他，一次意外，他遇上了妙烟仙子，从此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。王鹤棣在采访中笑说，宋钱基的内心其实挺现代的，摆烂是表面，他骨子里还是个热血的人。从曝光的造型来看，他的服装色调以墨蓝、黑灰为主，腰间是以粗布系带，与李沁的仙气白形成强烈对比。两人同框时，一个清雅如雪，一个不修边幅，视觉反差极大，却莫名有化学反应。网友调侃，这是仙子拯救废柴的故事吧？也有人笑称，王鹤棣在仙侠剧里开创了一个新职业——摸鱼修仙人。双引号。不过不可否认，王鹤棣的五官立体，配上稍显随性的古装发型，反而让角色多了几分不羁的魅力。那种明明很强但就是不想努力的态度，贴合原著精髓，也迎合了年轻观众的共鸣。当李沁与王鹤棣的同框照曝光后，网友的第一反应是，这对颜值太冲击了。一身白纱的李沁仿佛云端落下的仙女，而身着墨衣的王鹤棣则像误入仙境的凡人。两人站在一起，画面有种天上地下的对照美学。据现场路透显示，两人在片场关系十分融洽，拍完对手戏后时常笑成一团。李沁性格温婉细腻，而王鹤棣则直率，带点少年气。这种反差式合作，反倒让人更期待他们在剧中的互动。原著《咸鱼飞升》其实并没有 CP 线，是以修仙哲理加群像成长为主。剧版大胆改编，加入了妙烟仙子与宋钱基的情感线。据编剧透露，我们希望他们的爱情不是凡尘俗恋，而是一场心性试炼。双引号。也就是说，这段感情将更多地体现成长、信任与自我救赎。在仙侠剧扎堆填宠化的当下，咸鱼飞升的感情线反而显得冷静又深刻。除了李沁与王鹤棣之外，咸鱼飞升的配角阵容同样强大。荣梓杉饰演天真聪慧的小弟子，张雅钦出演灵气逼人的妖族少女，汪铎饰演反派修士，一身黑衣冷若冰霜。这些年轻演员的加入，为剧集增添了新鲜活力。导演丁黑的团队更是保证了作品的审美高度。摄影组来自长月烬明班底，美术指导曾参与《陈情令》。他们在布景设计中大量采用实景拍摄加数字渲染，希望打造一个有烟火味的修仙世界。据悉，剧组在云南、象山、横店多地取景，部分场景甚至搭建了整片竹林与云雾装置，只为捕捉到最真实的仙气。业内人士称，《咸鱼飞升》有望成为2026年初的仙侠潜力股，因为它不走极端甜宠路线，也不盲目追求特效，而是以人性修仙作为主线，风格轻盈又富哲理。路透图一出，网友的反应堪称爆笑名场面。李沁是天上掉下来的仙女，王鹤棣是去钓鱼的凡人。这俩人一个飞升，一个咸鱼，剧名取得太准了，终于有不油腻的仙侠剧预感了。我宣布《咸鱼飞升》预定我明年最期待古装剧第1名。双引号。还有不少人调侃，李沁演修真界第1美人没问题，但王鹤棣这咸鱼卷王的设定，怕不是本人改编自传吧？双引号。咸鱼飞升其实不只是仙侠剧，它更像一场自我修行的隐喻。妙烟仙子追求极致的清净无欲，却在与宋钱基的相处中逐渐明白情亦是修行，而宋钱基看似摆烂，其实是在逃避过去的执念。两人的相遇，既是命运的安排，也是彼此的救赎。正如导演所说，这不是谁飞升谁得到的故事，而是每个人都在学会如何与自己和解。这样的设定，让咸鱼飞升在仙侠剧的同质化浪潮中显得格外独特。结语：仙气、颜值、哲理，咸鱼飞升的3种魅力。
从目前的曝光内容来看，咸鱼飞升已经具备成为爆款仙侠的所有要素。李沁的绝美神女造型，王鹤棣的反差咸鱼男主，精致的服化道与清新不腻的叙事，在一众特效满天飞的古装剧中，它更像是一场有灵魂的修仙。或许这一次观众看到的不只是神仙谈恋爱，而是一场关于放下执念、重新出发的心灵旅程。就像剧名所暗示的那样，哪怕是一条咸鱼，也终有飞升之日。